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解第18课Web UI 与 API 使用。这里面分成两部分。API 的话，我们快速过一下，这里比较简单就是在 config 文件里面配置一下这个 API 的这个设置，然后它的这个监听地址和端口配置一下，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JWT 的这个配置，还有 token 用户名密码。这样配置完以后就可以正常登录了。然后 API 的访问的话，这里有一个地方要注意一下，如果你是在本机开发的话，那你可以用这个127.0.0.1。如果你是在远程访问的话，配上4个0的时候，最好要加上白名单的地址，要不然的话有可能会被攻击。因为这个配上以后，任何的 IP 都可以访问。如果你不加白名单的话，就会万一被扫描到的话，就会被攻击，然后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这样的话得不偿失，所以这里一定要注意。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密钥生成的部分。这里简单看一下文档放在这，我们可以那个详细的去看一下。然后我们来重点讲解一下，就是 Break UI 的这一部分使用那这个项目它官方的一共是有3个项目，我介绍一下这个是它的一个主项目 Flag Trader 的这个主项目，它里面包含了这个它运行的这个框架代码。来看一下它这里包含了它整个的运行代码，还有它的这个 use state 这个地方，它已经帮你创建好了，就不需要自己再创建了。那另外一个项目就是它的这个 UI 这个项目，那这个项目比较简单这个项目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前端项目，它的这个安装也比较简单。那如果你想要那个直接运行的话，可以把这个后端的项目和前端项目直接下载下来。如果是用 Docker 的话，直接启动就可以了。如果不用 Docker 的话，你可以用这个npm 的这种方式来安装。就这2个命令第一个是这个 npm install，然后另外一个是 run dev 就可以了。然后这个项目就启动成功了，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UI 的一个界面了。那另外一个项目就是它的这个提供的一个策略的一个例子，这里可以看一下，这里面就是模拟这个 user data 这个。那我们的这个项目其实开发的时候也是参考它这个来做的就是这里是一个 user data 的一个目录那至于教程的话，是我后来补的一部分内容。那我们接着往下看。这里就是它的策略。那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001这个就是它的提供的这个一个简单的一个策略，这个就是一个应该是双均线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策略你可以看到这里是 EMA 20、50、100的。那其他的策略，可以自己去详细看一下然后你也可以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一个开发和这个修改，或者是自己写一些新的策略也可以那我有些策略我就是自己在它的基础上，比如说这种动量策略还有这个突破型的趋势跟随策略这策略可以自己写，然后也可以参考它的这个例子来写。那我们接着继续讲这个课程。那这里的这个文档里面，因为我参考的是它官网的内容，但是操作起来不是很顺利有些地方还是有点出入的所以最简单的办法的话，我建议的话是，呃，这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安装的话，经常会安装不成功，还是直接把这个 UI 的这个框架，就是这这个项目下载下来，然后把这个项目下载下来，然后这2个下载下来以后，直接在上面启动就可以了。那另外一种的话，如果你是按照我前面的课程讲解的，你通过它的这个项目下载的也可以。那其实启动很简单直接就是启动一个干模式。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教程讲解的。
第16课讲解的，就这2行命令就可以启动了。我们来操作一下。首先把这个环境切换到这个 Flaky Trader 的这个虚拟环境啊，然后再执行这行命令。那这个策略名你们可以换一下，换成自己的策略名。我这边是做演示的，所以弄一个简单一点的例子。然后稍等一下，这样的话它就已经启动成功了。那 UI 这个地方也很简单啊，首先 npm 安装一下，但实际上我这个已经安装好了啊。你安装好以后，这边会多一个这个目录，这个 Node Model 的这个目录，然后再操作一下就是启动。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直接进到这个目录，这里就是启动了。然后这里的话状态要是 online 的，这个就是登录成功的。如果没有登录成功的话，你这边先 log out 一下，然后再 log in 一下，然后输入这个用户名密码。用户名密码就在那个 config 文件里面啊，就是在你配置的这个 config 文件里面啊，那就是这个文档里面讲的这个就是用户名密码。那文档可以参考一下，但是有些地方可能会有点出入啊，但是区别不大，简单参考一下就好了。那这样的话就启动了，然后这里就是它的这个模拟交易的嘛。你在这里面，因为我启动的是刚模式，所以它在这里面已经开始自动运行了。你的这个成交的一些信息就会在这边，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仪表盘，还有这个图形，还有这个就是它的日志。那这个日志就是跟这边的控制台日志是一样的啊，后台的跟这个控制台日志是一样的。那这个是刚模式，就是已经在运行的，就是属于不用人为再去干预的，你只要看它的结果就好了，然后做一下策略的调整。那如果你是想直接看结果，直接看这个分析的结果，然后手动去操作，那就要启动这个 Web 模式了。那个我们稍后讲一下。这里这个刚模式我们就已经讲完了，那我们把这个系统先停掉一下。这个是我之前写的一个脚本啊，它是可以针对不同的这个时盘，然后进行一个操作的啊。这个我下载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项目，你可以拿这个项目进行魔改一下，自己写一个脚本就可以了。那它的启动也比较简单啊，在这个目录下啊，然后它会提醒你要用哪个模式。那我们如果是要看它的这个模式的话，就是Web4。像 Web3和像这个第3个和第5个啊，这个我们前几节课都已经讲过了，就是回撤和这个策略优化。那刚模式我们这节课是第16课的时候也讲解了，现在就缺一个这个实盘模式没有讲解，还有这个 Web 界面大家没看到啊。这里直接输入一个4就可以看到这个页面了。那这个页面它和这个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啊。我这边先 log out 一下，因为它这边是没有登录啊。那它这里提示的这个用户名和密码是这个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的页面是跟之前的页面不太一样的。这里我可以选我添加的这个策略，然后这里把它的这个数据展示一下。然后这里数据因为很久没下载了啊，首先我们先去下载一下数据啊。这里就是下载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数据，我们不用下载这么多啊，只要下载一部分就可以了。5分钟和1小时的。你这里可以自己加啊，比如说你要下载索拉纳的，你就直接这样写就行了。如果你要再加一个什么30分钟的，你就直接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进到这个页面以后，你就可以用你刚才的这个加载的数据，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策略分析了。但是这个策略你要自己去优化和调整啊，我这个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些策略，像均值回归、动量的，还有这个突破的、网格的，这可以自己写啊。然后这个是它的1小时数据，我们刚才下载的是5分钟和30分钟，还1小时的，这可以自己调。调整完以后，它这里会有一个黄色的这个信号啊，这里就是告诉你是要出场还是入场的啊。这个可能没什么变化，有些那个，但这个就有变化了。如果你是用做均值回归的，那这种呢就会叫你，这里可能跌到差不多了，就要进行一个买入，在这种高位地方就要卖出。它是当着这种箱体的来操作的啊。这个指标你要不断的去优化和调整。我们这里只教技术，不教大家怎么去炒这个数字货币啊。那细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代码吧。代码部分其实也很简单啊，比如说这个 ADX 的这个，它也是通过这种，比如说它的这个有一个叫 ADX，还有一个叫 DI 这两个值，然后进行一个过滤啊。找一个简单点吧，大家都能理解的。均值回归这个比较好理解啊。均值回归这个，比如说使用这个布林带，然后进行操作，然后在它的下轨和上轨进行一个低买和高卖的一个操作，然后再结合这个 RSI 信号进行一个判断，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ATR 动量的一个调整。那这样的话参数可能就太多，有可能不太容易成交。那激进的投资者可能是这种的可能不太适合，你可能只要2、3个条件配合一下就可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里的代码，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参数设置啊，在这个方法里面，首先就是把这个参数先设置一下，然后这个是计算指标，计算指标完以后，这个就是它的这个买入信号，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卖出信号。你可以看到这里买入信号，它这里我们这里已经放宽了比较多了，就是说它这里几个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那就会进行一个买入。那也可以，比如说你用或，或者是比如说2和3满足一个就买入，那你可以用这个或，不要用这个 and 的这种方式啊。然后这个就是动态止损了。这里面它的这个框架都已经给你提供好了，直接往里面堆代码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些参数设置好，这些的参数设置好，然后它还可以做这种网格的这种动态的这个止盈和止损的这种操作啊。这个我们前几节课讲过了，回头可以详细看一下啊。那这个策略，我们后面也会进行一个讲解，就是呃教大家怎么把这个策略给它写出来，然后呃加载到这个项目里面，然后运行。那可以是自动运行的，也可以是这种手动的去观察的，手动观察后进行一个操作的，这个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操作就可以了。好，那今天的课就先讲到这，好，谢谢大家。